婚礼现场，女友白月光问女友：“如果我抢婚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”女友坚定回答：“我愿意。”全场一片死寂中，女友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和我解释：“彭远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你不要当真。”我笑着回答：“别呀，我还打算祝你们早生贵子，阖家幸福呢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这一刻全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其中有惊讶，有意外，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严素素就是我的命，我根本就不敢造次。他们估计认为，此刻我也只是放放狠话，试图挽回一丝颜面。可一旁的严素素却变了脸色，不顾身边人的阻拦，端起一杯酒，用力泼在我的脸上。彭远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都说了，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说这种话是想恶心谁？我真后悔答应你的求婚，这么多年，你依旧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酒水顺着我额前的发梢滴落，此刻的我看上去就像一只落水狗一般狼狈。严素素被我宠坏了，宠得无法无天。只要心情不好，不论什么场合，不论有没有外人在场，对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践踏在脚下。也许这次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，是认为我会像以前一样乖乖认错。看到我这么狼狈，他没有任何慌乱，反而抬着下巴，趾高气扬地等我向他道歉。讲真的，恋爱谈成我这样，说出去的确很丢人。我拿过一旁的手帕，擦了擦额头上的酒水，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：“你们俩也算有情有义，郎才女貌，为了爱情，甚至不惜在婚礼现场演绎出苦情戏。我要是拆散你们，岂不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？正好，今天这顿酒席就当我送给儿为的祝福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”我拿起酒杯，冲苏锦川举了举：“苏锦川，恭喜你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”谁都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包括苏锦川本人。他本意可能只是说，在我大喜的日子狠狠膈应我一下，可没想到最后被架起来的却是他自己。彭远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素素从来都没有什么，只是好朋友罢了。你要是开不起玩笑，我跟你道歉不就行了？严素素哪里舍得自己的白月光在我面前委曲求全，像是护犊子的母老虎一样挡在苏锦川身前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。那种由内而外的厌恶让我心里微微刺痛，似乎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一般。好好的婚礼让你搞成这样，你满意了还不赶紧给我道歉？不然我死都不会跟你结婚。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泛红的脸颊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到底是谁毁了一切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他所有的付出，难道还比不上所谓的白月光的几句话？我的未婚妻都要跟别的男人逃婚了，我还得装作大度，装作无事发生。眼看着他又要开口，我直接打断他：“不用，既然你们两个有情有义，我就干脆成人之美。”说罢，我直接拿起外套和车钥匙，径直离开。也许是没想到我会丝毫不给他面子，严素素彻底怒了，在我身后暴跳如雷：“彭远，你要是今天敢出这个门，我就跟你离婚！”我的脚步停顿，严素素以为我怕了，立刻得意起来：“怕了就自己滚回来，给锦川跪下认错。”可我只是转过身，笑得一脸讽刺：“好啊，回头民政局门口见，谁不来谁孙子。”说罢，我摘掉手中的订婚戒指，随手放在一旁女服务员的托盘上，
而后径直离开。我虽然很爱严素素，但我不是绿帽王八。这两人能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说出那样的话，就差没承认他们出轨了。我还要笑着配合。或许是我对严素素的爱已经让这份感情变得畸形，以至于他放肆至此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干脆放手。我和严素素的婚礼中断，连带终结的还有我与他长达5年的爱情长跑。严素素的父母可能是碍于情面，带了一些礼物登门，想要说情，但是却被我爸妈愤怒地赶了出去。我也没有见他们，只是在房间里一张张地删除着我和严素素的照片。心寒吗？当然，我很早之前就知道，严素素心中最爱的人不是我，是苏锦川。只是过去的7年时间里，我以为自己可以用爱将严素素感化，让苏锦川成为插曲。可婚礼上，苏锦川出现了，还是那么英俊，帅气十足。严素素给我的解释是，他是今天的特邀嘉宾，专门来为我们送上祝福。只是没想到，祝福的内容却是那样的。叮咚，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，是我的银行卡，刚刚被扣款3万块。不用想，我也知道这是严素素在报复我。他的银行卡绑定了我的账户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只要心情不好，就用我的钱疯狂消费。最严重一次，仅仅1个晚上，他就消费了将近20万。可当我追问起来时，严素素却觉得理所应当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他的舔狗，包括他自己。舔狗为心目中的女神多花点钱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换成过去，我可能不会追究，可现在这个冤种我当够了。既要和自己的白月光苟且，又要花着我的钱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直接打电话给银行，将他的账户停掉。放下手机不到半分钟，严素素就开始对我进行口诛笔伐。彭远，你想不想过了？不就是花你几个臭钱，你竟然停了我的卡，赶紧给我恢复，我还等着结账呢。我刚要说话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苏锦川的声音：这点钱都不愿意付，这男人我一下子恍然，难怪短短几分钟就花了这么多钱，原来是在用我的钱来讨好那个人。请你注意，你现在不是我的妻子，也不是我的爱人，我的钱怎么想都不应该给你用。他既然那么爱你，肯定会为你买单的吧？也许是没想到我会让他难堪。愣了几秒后，严素素压着声音斥责：你怎么那么小心眼？锦川说得对，你就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呵，张口锦川，闭口锦川，他似乎忘记了这些年是谁将她当公主一般呵护，是谁让她可以无底线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可在白月光面前，千错万错都成了我的错。这么多年无怨无悔的付出，哪怕是条狗，它都会冲我摇摇尾巴。但事实就是，不爱你的人就是不爱你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转头开始投入工作当中。不管这场婚礼多难堪，可生活总要继续。本以为这件事情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化，可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无耻。婚礼结束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朋友的消息：哥，你快看严素素的朋友圈。朋友的语气当中带着愤慨，这让我有些好奇。直到点开严素素的主页后，我才知道她生气的原因。那是一张严素素和苏锦川相拥的照片，还配了文案：相爱可抵人间万难。在两人的手上还各自戴着一枚刺眼的钻戒。我想，我知道那3万块花在哪儿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照片的背景分明是酒店的浴室，而严素素身上穿着的也分明是酒店提供的浴袍，胸前甚至有着酒店的 logo。
看着严素素脖子上清晰的草莓印，我有些震撼。这两人的无耻简直超越了我的想象。3天前，严素素还在我们的婚礼上招待宾客，3天后，她就在宾馆和别的男人颠鸾倒凤，速度之快，不免让人啧舌。尽管心中对那个女人已经死心，可真正看到这一幕，我还是忍不住有些心酸。那可是我爱了5年的女人，我们有过美好的时光。当年的她漂亮、聪明，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而我除了家境比较好之外，跟那些默默注视着她的追求者没什么两样。苏锦川和我们是同一所学校，和我不一样，他很有才情，加上外貌俊朗，是很多女生暗恋的对象。也因此，这两人是学校公认的金童玉女，只要出现，无一例外就是最亮丽的风景线。那时候虽然遗憾，但我从没有奢望过能和严素素这样的女神在一起。只要能够远远看着她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她最终会是我青涩学生时代的一抹遗憾。可意外偏偏降临了。毕业后没多久，严素素家生意失败，让她一夜之间跌下云端，甚至一度靠着贷款度日。苏锦川的家庭也不算差，因此他的父母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娶回家的是个负债累累的女人，二人也就此分开。有天夜里，我接到了严素素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她哭得很伤心。我不顾手头的工作，连夜赶到她家里，听她哭诉这段时间的委屈。后来她主动脱光衣服钻进我怀里，表示愿意把自己给我，前提是我得拿出一笔钱帮她家渡过难关。少年时代的女神主动所爱，我当然无法拒绝。尽管这份感情并不纯粹，但我依然爱她如命。因此，在交往的过程中，我几乎会答应她所有的要求。那份不纯粹的感情，也在我日复一日的努力下，慢慢变得纯粹。本以为一切即将步入正轨，可苏锦川却突然从国外回来了。我从严素素口中得知，苏锦川的父母在国外旅游时发生了意外，不幸逝世，这样阻挡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障碍没有了。事实证明，两人重逢的这一刻，就像是野火燎原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只是我依旧不愿意接受，严素素她就真的这么迫不及待？在她心里，我们彼此的5年就这么不值得留念？带着这样的疑惑，我在那张照片下面评论，用原配的钱去讨好小白脸，你的良心呢？可很快，我的评论就被删除。与此同时，严素素发了条信息过来，字里行间满是讽刺和不屑。用你的钱是你的荣幸，还有，我告诉你，锦川才是我的原配，你就是个舔狗罢了。想上位，做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事情忘了告诉你，我俩开房的钱也是从你卡里出的。我默默放下手机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攥得发白。我不知道严素素的心到底有多冷，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我甚至可以想象到，说这话时，两人在屏幕那边是如何嘲笑我的。我早就该明白，这份感情早就烂透了，只是我自己还不愿意放手罢了。沉默许久，我回复了句祝你们幸福，而后将他的联系方式删除拉黑。开车回家，本想收拾一下行李搬出去，可刚推开门，眼前的场景就让我有些不适。沙发上，严素素和苏锦川二人有说有笑地粘在一起，沙发空间明明那么大，两人偏偏就要挤在一起，时不时还为对方口中投喂一些零食，甜蜜的样子，俨然将自己当做了房子的主人。我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冲上前一脚将茶几上的零食踢飞。严素素，
你不要脸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在外面爱怎么玩我不管，但你不能带到家里来。严素素倒是有恃无恐，你这么小气干嘛？锦川太久没回国，人生地不熟，我让他在家里住几天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别老是那么龌龊？我俩纯友谊。我气笑了，我龌龊，跑去开房都不避人了，还特么纯友谊，床上的友谊。我懒得跟他在这种话题上纠缠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把话说清楚。这栋房子虽然是我买的，但是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就留给你。正好我也嫌脏，找个时间我们去把婚离了，以后你就放心追求你的真爱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说完我就准备离开。严素素不淡定了，她还以为我是那个任由她拿捏的舔狗，以为说2句好话就能糊弄过去。可看到我丝毫不留恋的转身，她终于慌了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她头一次向我低头服软。好了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行了吧？道歉都是这样不耐烦的语气。我摇摇头，这些年我太纵容他了，以至于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靠着谁才能风光到今天。见我不领情，严素素的公主脾气上来了。彭远，你以为你什么东西？当初老娘要不是看你有钱，我会跟你在一起吗？离开我，你就是个屌丝、死舔狗。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仿佛能给他花钱，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施舍。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卑微的去祈求他的爱了。身后大门关闭，一同隔绝的还有严素素那激烈的咒骂声。看来他很清楚，我要是真的离开，他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这些年，严素素家的资源以及他维持奢侈生活的钱，都是我家给的。婚礼上闹得那么难堪，我爸妈自然不会再顾及什么旧情。没了我家的帮助，严素素家的生意再度一落千丈，她的经济水平自然也直线下滑。如今她只能靠那份月薪4、5千的工作为生。按道理来说，维持生计并不难，可已经习惯大手大脚的她，怎么可能接受平淡的生活？大概过了半个月，严素素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，脸上满是笑容。我一时间有些恍惚，以为之前发生的一切是幻觉。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苏锦川回国前的那段日子。严素素手里提着购物袋，是一套高定款的西装。哥哥，马上换季了，我给你买了衣服哦。这可是我在商场逛了一下午才挑好的，你快试试。换成以前，我可能早就满心欢喜地接过来，可现在我丝毫没有想动一下的意思。严素素脸上浮现一丝尴尬，主动拿出衣服走过来，就要往我身上套。试一下吗？我是按照你的尺寸买的。我连忙制止他的动作，伸手接过西装，看着他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我的心底还真涌出一丝丝愧疚。但当我看到衣服上的尺码后，那一丝愧疚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寒意。这尺码比我的身材足足小了2号，不像是我的体型，倒更像是苏锦川的尺码。我也瞬间明白过来，所谓的逛了一下午，不过是2人约会，顺便买了2件衣服打发我。这样一来，又能将金主牢牢捆绑，何乐而不为？这衣服的尺码不合适，我随手将衣服丢回去。严素素一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可能啊！”锦川明明像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：“彭远，你听我说。”可我已经没有耐心再搭理他了，说再多不过是狡辩，浪费时间罢了。严素素不耐烦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讨好她，对她百依百顺，给我买衣服，在她看来已经是自己做出最大的让步。见我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严素素终于爆发，狠狠将衣服甩在地上。彭远，
差不多行了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抬眼淡淡道：你如果真的想道歉，其实很简单，是吗？严素素眼睛一亮，你说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无论什么，我都跟苏锦川断绝联系，再也不要有任何交集。严素素愣住了，嘴里的话也没能继续说下去。我叹了口气，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看了看时间，我下了逐客令，严小姐如果没有其他事，就请便吧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失陪了。严素素慌了，冲上来抓着我的胳膊，不，你别走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会守护我一辈子，你不能反悔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当年你也跟我保证，不会再和苏锦川有任何瓜葛，你做到了吗？他愣住了，低着头，哑口无言。半晌后，他拿起包和衣服，默默离开。或许是我的态度太坚决，也有可能忙着和苏锦川甜蜜。严素素足有小半个月的时间没来纠缠我，我也终于难得清静了一段时间。虽然严素素一直在逃避离婚的事，但我相信苏锦川会比我更着急。可我是高兴了，有人却睡不着了。我妈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，逼我去相亲。老人家一把年纪，只想能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孙女，在家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可偏偏我的婚礼告吹，到手边的孙子废了，老太太急坏了。我实在敷衍不了，只能答应见一面，这样也好交差。坐在餐厅里，我难得有些紧张，心想一会儿该怎么跟对方说明自己是被逼着来的。你好呀，新郎官，又见面了。一道俏皮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，我一愣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的女人很眼熟，但却换了身干练的职业装，俏皮的大眼睛眨呀眨，一时间我竟差点认不出来是你。故人重逢，竟然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倒是让我意外莫名。沈佳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她捂嘴连连，在我对面款款坐下。这不怕某人失恋后伤心难过，正好我妈推你的照片给我相亲，我就来安慰一下喽。相亲对象竟然是年少时候的同桌，这个惊喜我还没有缓过来，可很快我心头就浮现一丝疑惑。你怎么知道我婚礼的事情？沈佳宜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。你猜？我仔细思索了一番，摇了摇头。真是个笨蛋。沈佳宜嘟了嘟嘴，从包里掏出一枚戒指，那竟然是我当时的结婚戒指。我愣住了，眼前人的身影和当时女服务员的身体慢慢重合。你是当时的服务员 ？Bingo！ 沈佳宜打了个响指。可是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沈佳宜的家境和我家不相上下，怎么会去当服务员呢？怎么说呢？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下年少时期的遗憾吧。沈佳宜嘻嘻一笑，可这别有深意的话，却让我脸上有些发烧。好在沈佳宜并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取笑我，我们聊起年少时期的事情。那时候的沈佳宜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温柔，一言不合就扬着拳头冲我耀武扬威。我当时经常埋怨，你个母老虎，以后看谁敢娶你。他却毫不在意，没人娶我就打你一辈子，反正你抗揍。行行行，我娶行了吧。谈及往事，我心中一时间思绪纷飞。当年我爸妈还要帮我跟你定娃娃亲呢，谁知道被严素素截胡了。沈佳宜笑了笑，眼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思绪。我没有接话，如果不是严素素，恐怕我们真的有机会走到一起。可多年过去，物是人非，加上我又刚离婚，谁知道沈佳宜会怎么想？然而下一秒，我听到她小心翼翼开口，我今天之所以赴约，只想问你一句话。她看着我，眼中光华流转。当年你说娶我的话，
还算数吗？我脑海中仿若有雷霆划过，心脏也剧烈抽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彭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严素素不知道为何出现在这里，怒气冲冲地冲到我身边，指着沈佳宜的鼻子破口大骂：这个贱人是谁？我说好端端的，你怎么非要跟我离婚？原来是为了这个臭婊子。我哪里比他差？我们5年的感情，你就为了一个贱人说抛弃就抛弃吗？咖啡厅内其他客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我们身上，可能在外人看来，这俨然就是一副原配抓小三的戏码。看向我的目光里，大多都是嘲讽和鄙夷。我被这个疯女人搞得不耐烦了，起身回怼：严素素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？另外，请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先跑出去跟野男人开房，还发朋友圈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你才是那个真正的贱人。严素素被我骂得火冒三丈，可又无从反驳，只能将矛头对准一旁的沈佳宜。你看上去人模人样的，干什么不行？非要勾引我老公？你家里人就这么教育你的吗？真丢脸！我本来不想把沈佳宜牵扯进来，但我似乎忘记了，沈佳宜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小辣椒。只见她冷笑一声，站起身，不屑地扫了眼严素素，朱唇轻启：严素素小姐，首先，我爸妈教育过我，要做一个自尊自爱的女人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想你作为一个婚内出轨的女人，似乎没有资格质疑我吧。另外，你婚礼上为真爱怒斥原配的表演，算得上是满城皆知。我真搞不懂，你怎么还有脸出现？怎么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了？一句句阴阳怪气的话，像是一根根钉子般，直接在严素素脸上挖坑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沈佳宜的手指，一个劲儿哆嗦。彭远，你居然纵容这个贱人来骂我！我一把打开他的手，义正言辞地开口：首先，不许你一再骂我朋友；其次，我不希望从你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嫌脏。见我这般维护沈佳宜，严素素再也嚣张不起来，双眼通红地看着我，眼泪不停地打转，那模样要多可怜有多可怜，好像当初出轨的人是我一样。我不觉得同情，甚至觉得反胃。当初我不是没希望过他能回头看我一眼，他不屑一顾，现在又跑到我面前装什么深情？没有人有义务一直等候在原地，即便再深的爱意，也会被时间消磨的。苏锦川不知何时走到了严素素身边，想要开口，但在我警告的目光中，还是明智的一言不发。我拉起沈佳宜的手，转身离开。出门前，身后的严素素突然崩溃，冲我大吼：彭远，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？我脚步一顿，冲身旁眼神复杂的严素素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而后转身直视严素素的双眼。没有可能了，严素素，一份变质的感情注定走不长久。你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要承担那份选择带来的后果。严素素瘫软倒地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。那天过后，严素素同意了离婚。从民政局出来那一刻，我只感觉全身轻松。面对严素素通红的眼眶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就牵着沈佳宜的手离开。我没有回头，也不会回头。可能因为互相吸引，我和沈佳宜的感情快速升温。毕竟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一些感情基础的。再加上我们俩家门当户对，家里老人也很是同意这门婚事。聊起当年娃娃亲的事，全都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和沈佳宜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整天都腻在一起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这天，我陪她到商场购物，
在专柜前，沈佳宜看上了一款项链，准备尝试时，我耳边听到熟悉的声音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是吗？我有的是钱。”一回头，我看到严素素的身影，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，身材也有些发胖走形，尤其是小腹圆润了很多，跟以前美若天仙的那个人简直天差地别，俨然一副中年妇女的模样。此刻她正站在柜台前，指着导购小姐的鼻子破口大骂。导购小姐一脸尴尬，几次想要解释，都被严素素的话堵了回去。身旁的苏锦川碍于面子，在她身边一个劲儿的小声劝阻，但严素素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越发激动。你为什么替这个贱人说话？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？苏锦川气得直咬牙，丢下一句神经病之后，独自一人快速离开。严素素也不挽留，继续跟导购小姐纠缠，尤其是在注意到我和沈佳宜之后，她的态度愈发嚣张。这可是我老公给我的卡，怎么可能没钱？我看你这导购也是不想干了。店长呢？我要投诉！导购小姐都快哭了，举着手上的 POS 机，一脸无奈。小姐，上面确实提示余额不足，我不可能放着生意不做的，对不对？但严素素显然管不了那么多，依然喋喋不休地争论。沈佳宜看不下去了，正好她是金融类的工作，上前用软件输入银行卡号一查，13块1毛4。看到余额，严素素哑火了，脸色先红后白，嘴里不断喃喃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没钱？”沈佳宜抿了抿嘴，默默将卡递了回去。这时，首饰店的店长匆匆赶了过来，了解前因后果后，也是毫不客气的讽刺：“小姐，没钱这个问题不是本店导购员能够解决的。这个我建议你可以去银行问问。”严素素脸色立刻变得通红，指着店长拟了半天，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我也懒得继续看戏，拉着沈佳宜就要离开，可没走出多远，严素素就追了上来，伸出有些臃肿的右手，无名指上赫然套着一枚戒指，上面的钻石一眼看上去足足有10克拉左右。彭远，看到了吧？锦川送我的，这才叫男人，不像你。严素素顿了顿，一脸不屑地看了眼沈佳宜光秃秃的无名指，眼中讽刺意味更浓。连个钻戒都舍不得卖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抠门儿。我和沈佳宜对视一眼，摇头轻笑。我们二人的家庭都有涉及珠宝生意，严素素钻戒上的钻石一点光亮都没有，从侧面看更是薄得像纸一样。正儿八经的钻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差的品质，除非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当然，我不可能开口提醒，因为无论怎样，它都与我无关了。见我俩不说话，严素素更加得意，从包里掏出请柬，硬塞给我。下个月我们结婚，看在相识一场，记得来喝一杯呀。我原本想要拒绝，可沈佳宜却一把抢过，答应了下来。好啊，我刚好想吃席，不见不散。我只能无奈点头。严素素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可能一开始只是想借此机会恶心一下我俩，但是没想到沈佳宜居然答应了下来。但要是把请柬拿回去，他又丢不起这个人。纠结了一会儿，冷哼一声，扭着腰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看着摆弄请柬的沈佳宜，有些哭笑不得。真去呀？去。沈佳宜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，露出一对小虎牙。当然要去，不去怎么见证这一对金女玉童？是金童玉女。婚礼当天，我和沈佳宜按时赴约。看着眼前的农家乐，我第一时间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。要不是门口摆着2人的结婚照，我都打算直接离开。
也不知道苏锦川是怎么说服严素素放弃奢华场面。要知道，当初我跟他结婚，光是酒席和现场布置就花了将近30万。想到这儿，我竟然有些佩服苏锦川。进到屋子里，我又忍不住感慨一番：苏锦川牛逼！先不说屋内充斥着一股动物粪便的味道，光是那泛黄的墙皮以及有些发霉的桌子，就让人丝毫没有任何胃口。沈佳宜一坐下，掏出纸巾，有些嫌弃地擦了擦面前的桌子，看着发绿的纸巾，她的眉头皱得更深，冲我无奈苦笑。早知道不来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地方，这里的东西搞不好比我爷爷岁数都大。我没忍住捂嘴笑出声来。这妮子说话永远都带着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。旁边的其他客人见状，也连忙掏出纸巾擦拭自己面前的桌子，生怕一会儿吃饭吃进去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很快，一名梳着油头的司仪走上台，开始慷慨激昂地主持，什么天作之合，什么郎情妾意，总之什么好听说什么。但是这两人那点破事儿，当时也算闹得满城风雨，台下都是亲戚，更是了解得清清楚楚。对于司仪那长篇大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怪异的神色。严素素的家人亲戚更是低着头，脸上满是尴尬。我摇了摇头，所谓的婚礼不过是那俩人奸情的遮羞布罢了。这场寒酸至极的婚礼也印证了我和沈佳宜一开始的猜测，苏锦川根本不爱严素素，也就根本舍不得为她花钱。很快，新郎新娘入场，严素素一身雪白的婚纱，在亲戚的簇拥下缓缓入场。每走一步，她脚下的台子都会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。我甚至担心她一会儿会不会直接掉下去。这就是她宁可舍弃尊严，抛下面子也要追求的爱情吗？我不理解。整个现场唯一亮眼的，可能就是她身上的婚纱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犹如丝绸般光滑。严素素昂首挺胸，看到人群后方的我和沈佳宜之后，高傲之色更浓，仿佛一只斗胜的公鸡。可偏偏这时，意外发生。就在即将抵达舞台中央时，婚纱的拖尾似乎被什么东西挂住，随着刺啦一声，那件看上去无比华丽的婚纱瞬间撕裂，长长的裙摆在众目睽睽下掉落，竟然是拼接的。这下严素素傻眼了，手忙脚乱地呵斥身边的伴娘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安上去！今天可是我的婚礼，不能出意外。”一旁的伴娘估计也是知道她那些破事儿，听到婚礼2字，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：“呸！还婚礼，一只破鞋，还当自己小白花呢，烂货！”严素素脸色唰的一下变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可台下众人不屑的眼神让她变得慌乱，只能一个劲儿呼唤苏锦川的名字：“老公，你干什么呢？”苏锦川，有人欺负你老婆。苏锦川黑着脸上台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伴娘，这才将风波平息。但这场婚礼已经毁了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可严素素显然不这么认为，在劣质音响的噪音中，她眼含热泪走到苏锦川面前，终于能嫁给自己的白月光。想必她此刻是极度开心的吧，毕竟她马上要成为对方名正言顺的妻子了。就在双方交换戒指时，婚礼现场的大门被一脚踹开，巨大的动静让在场所有人纷纷扭头，台上2人自然也不例外。门口站着一个脸色蜡黄的肥胖女人，身旁还牵着一个看上去3岁左右的孩子。看清楚来人后，苏锦川却是脸色骤变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女人还没说话，孩子就率先开口：“
爸爸，爸爸，你去哪儿了？彤彤好想你。”一边哭一边摇摇晃晃地扑向苏锦川。这下一旁的严素素崩溃了，直接挡在苏锦川面前。冲扑过来的孩子呵斥：“哪里来的野种，瞎嚷嚷什么？”胖女人一听不乐意了，看向严素素的目光宛如淬了毒一般：“你才是野种，这是我和锦川的孩子。我说他破产以后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原来是和你这贱人厮混在一起。我们有结婚证，你这是重婚罪。”我倒吸一口气，这信息量有点大呀。反应过来的严素素恶狠狠地瞪着苏锦川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为了我才回国的吗？”苏锦川此刻估计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，低着头躲避着严素素的目光。这种逃避的态度让严素素更加恼火，揪着苏锦川的衣领咆哮：“你这些天吃的住的都是我花的钱，你居然还骗我！你不要脸！”说完，一爪子直接在苏锦川脸上留下几道血印。这下苏锦川也恼了，指着严素素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和彭远在一起的时候就跟我上床，要不是你怀孕了，老子才不可能娶你！”两人这下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严素素尖叫一声，直接扑了上去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一场婚礼也变成了二人互相揭短的闹剧。我拉着沈佳宜退到门口，看着舞台上狗咬狗的两人，心中并无多少快感，只是觉得可悲。或许他们的感情早就不像当年那样牢固，分开的这些年掺杂了太多其他因素。毕竟违背道德的爱情能有多坚定呢？再次见到严素素时，已经是5年后。看着眼前饱经风霜的脸，我不由有些震惊。严素素，听到自己名字，一身宫装的严素素抬起头，可看到我之后，又连忙低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，您认错人了。”曾经美丽的脸颊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岁月痕迹。明明是同龄人，可他看上去好像苍老了10几岁，身上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。曾经那双葱白的手，如今满是皱纹和疤痕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偏偏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见人下班，那还不回家做饭？想饿死老子吗？严素素唯唯诺诺地答应着，挂断电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可以想象到，她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。这时，沈佳宜突然上前，塞了几百块到她手里，拿着。严素素愣住了，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沈佳宜，身旁的女儿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。爸爸妈妈，这个阿姨是谁呀？严素素低头看着我的女儿，苦笑一声：“这孩子真好看，跟她妈妈很像。”“谢谢阿姨。”女儿甜甜道谢。我笑了笑，拉着妻女的手转身离开。再次见到严素素，我心中并没有太多波澜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，即便说起以前，也只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。也多亏当年那件事，让我下定决心离开严素素，不然我又怎么会遇到沈佳宜，也不会拥有现在这般幸福的家庭。许是心有灵犀，我和妻子同时扭头对视一眼，而后微微一笑，愿余生皆可如此，便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